造孽啊！合欢丹加虚空圣地的灵气，这药效也太猛了。范童，出来，给我弄套适合他的女装。哎呀，宿主醒啦，昨晚睡得好吗？算了，衣服不买了。范童，把护卫傀儡叫出来，把那件最高级的蓝色仙曲送给乐言师妹。我林凡虽然抠，但对自己的女人绝对不能小气。我真不是人啊！我以后一定好好弥补你。乐言师妹，你醒了，你放心，我会负责的。等会儿我就去向李叔和赵姨负荆请罪。别，林师兄，别告诉他们。啊？为什么？就当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。反正我也不亏。这不是普通的水，这是极其昂贵的顶级灵液。林师兄他嘴上不着调，心里却这么在乎我，连洗澡水都用这么珍贵的灵液，他真好。10万中品灵石1桶的灵液啊！系统你抢钱啊！心痛死老子了！林师兄，我感觉我一拳能打死以前的10个自己。我现在是化神期吗？师妹，自信点儿，你现在是炼虚期，从辈分上说，你爹见你都得鞠个躬，喊声前辈。不行，让父亲喊我前辈，那我妈不得打死我？这傻丫头，重点是这个吗？难不成真是一孕傻3年？可这满打满算还没到12小时啊！林师兄，说正经的，你给我吃了什么仙丹？效果这么猛？那是我珍藏多年的大宝贝，见你资质有限，我就给你了。林师兄，那么珍贵的宝物，你竟然全给我了！没事儿，反正我这体质也用不上。要是李叔问起来，就说你误吞了一枚仙丹，记住了吗？误吞仙丹绝不是偷偷吃的。嘿嘿，圣主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昨晚一天没见人影，听后院动静不小，您这是忙了一夜？是啊，修炼到了紧要关头，忙着突破境界。哇，恭喜圣主修为更上一层楼！怪不得您今天看起来脚步略显虚突，原来是突破类的。你话真多，东岳皇室的人呢？他们见不到您，就把东西全交给我了。好家伙，这帮老狐狸出手真大方。庄园3座，旺铺50间，还有都城天字1号街的虚空大拍卖行。东岳皇室挺鸡贼啊，说是赔偿给我，结果名册上全写的你赵平安的名字。铁柱，这些产业本来就是你爹的，拿着吧，以后你就是都城首富了。圣地里大家都在拼命搞基建，就我天天看门，现在老板还把钱都塞给我，这是要优化我的前兆啊！圣主，我要当牛马，求您立个字据，把这些产业全转到圣地名下吧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咱们圣地差你这点钱吗？差，必须差！连我们现在站的这家店也是这名册里的，以后圣主您就不用交房租了。入职合同的洗脑效果太棒了，这简直是修仙界最卷的员工啊！既然你这么有觉悟，从今天起，这些店铺全部改名，那家最大的拍卖行就叫虚空大拍卖行。铁柱，本圣主正式任命你为虚空圣地东域总管。谢圣主隆恩，属下已把圣地的光辉洒满整个东域。好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3天后我要在虚空拍卖行举办一场空前绝后的拍卖会，去给我全程轰炸式宣传。这种全程垄断的感觉，真是该死的甜妹啊！想当初老子骑个3轮车拉横幅，被这帮执法队追着罚款。现在有了铁柱这个皇室2代的背景，连执法队都成咱家的苦力了。头上有人就是爽啊！
虚空拍卖行，老板里面请。圣主，这可是正规拍卖行，您把茶馆的姑娘们全包来当迎宾，是不是有点伤风败俗啊？懂个屁！这叫美女经济。搞快点儿，关门，放再生单。今天我要把这帮狗大户的底裤都迎过来。欢迎各位贵宾，奴家李斯代表秀色茶馆，祝各位今天都能满载而归啊！我操！虚空圣主太会玩了，居然请思思仙子来当拍卖师，这门票花的值啊！就算买不起，看一眼思思仙子也回本了。那么，虚空大拍卖会正式开始。在下林凡，今日凡我虚空圣地出品，必属神作。这出场，这背景，我打赌这圣主绝对是上界仙门下凡体验生活的。第一件拍品，3品法宝方天画戟。切，这年头谁用戟啊？又长又笨，还没飞剑帅。圣主，练这玩意儿不是浪费材料吗？流拍预定啊！诸位有所不知，此戟名为画戟，实则是一件罕见的规则类自动武器，只需大喊一声口令，它便能绕开所有防御，自动攻向敌人的弱点。林掌柜，这自动捅弱点，它正经吗？相当正经。口令呢？口令繁杂吗？对战时万一念错怎么办？口令极其简单，只有2个字：衣服。只需指着敌人大喊一声衣服，方天画戟即刻出动，直捣黄龙。我操！喊声衣服就能杀敌，这是居家旅行偷袭反杀的必备神器啊！我出2万，谁也别跟我抢！这帮人真好骗，对不住了各位，这法宝原版口令其实叫义父，我怕你们不好意思喊，才改成了谐音。毕竟这可是当年吕布吕文侯的成名绝技，认爹背刺术啊！1500，10000，1这等神兵，老夫要定了。老赵，这法宝与我刘家有缘，10万中品灵石。10万1次，10万2次，80。合着2后面是80是吧？谁教你这么数数的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我操！这不是我那把盲盒铁锤吗？这玩意儿居然自带语音强制触发功能。大家误会了，李仙子并没有吊大家胃口的意思，她喊的不是80，是80，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，意思是很好，很合适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圣主渊博，这方言确实巴适的很。林掌柜，光说不练假把术，能不能现场演示一下这声控法宝啊？好，中华、美丽，你们爷俩上去给大家开开眼。刘家主，我看还是让美丽对你出手吧。林掌柜多虑了，这小子里面穿着您卖的飞天披风呢，我一捅，他顶多变成一条狗逃跑。这不正好一箭双雕，展示2件法宝的威力吗？完美呀！我谢谢你啊，爹，我不是亲生的吧？我就喜欢看你们父慈子孝，你可真是个亲爹。华，听林掌柜的，把法宝给美丽，让她先来。多谢老祖不杀之恩，老祖英明。等美丽演示完，中华你再捅她一次也不迟嘛。好事成双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要生在刘家？林前辈，这口令我听着怎么像是义父啊？打架先认爹，这法宝是不是有点吃亏？我操，这小子脑子转太快了，得忽悠住他。美丽，难道就因为你爹对你严厉点，你心里就想管别人叫义父了？刘家主，你听听，这孩子心里藏着事儿呢。他这是亲爹都不想认了呀！逆子，你真想找个义父？不，爹，
我没有。求求你闭嘴吧，不然我真要死了。李前辈，你可别再说了，我要死了。诸位，为什么要喊衣服？因为修士对杀气和针对性锁定非常敏感，锁定衣服就能避开对方的危险感知。妙啊！这叫避实就虚，从因果律层面完成偷袭，不愧是圣主，这设计逻辑绝了。那要是敌人没穿衣服呢？那就跟他中路对枪。少废话，开搞！义父！逆子，老子要拍死你！这攻击位是不是有点下流？这以后谁还敢用法宝啊？用完还得洗，洗完心里还有影儿。哼，大家冷静，这是因为美丽修为太低，这就是真理。方画戟感知到无法破扣合体期的防御，所以选择了这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的攻击路线。同阶对仗，他捅的可就是心脏了。真的，我确定，大概可能是这样。我操，真变狗了！这逃跑速度，怕是连化神期都追不上吧？想要定做的，下台找铁柱报名。下一件，本店招牌五品白刃剑。此剑能击碎五品以下任何法宝，最重要的是，它自带绝对压制属性，合体期以下见此剑必须跪。有没有道友上来试一试它的滑龟功能？圣主，我们是来买东西的，不是来当众拜年的。就是，这谁受得了啊？5品白刃剑，起拍价1万中品灵石，开抢！2万、5万、10万、15万！10万，上品灵石。上品灵石，一颗顶100颗中品的，10万上品，那是1000万中品灵石。老夫近日刚寻回一嫡系晚辈，这把小玩意儿就当是见面礼了。诸位可有异议？老祖开口，又是这种神豪价格，谁敢抢？铁柱啊，你这哪里是找回了家，你这是找回了一个印钞厂啊！3、2、80，成交！林掌柜，灵石给你，剑直接给铁柱。那孩子受苦了，算我这当爷爷的补给他的见面礼。白捡1000万，这就是当老板的快乐吗？大家猜猜，我兜里这件小小的新产品是什么？林掌柜，这里可是大庭广众，你这也太直接了。我操！圣主难道要拍卖那玩意儿？这法宝不正经啊！李仙子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林掌柜，那个思思虽然是茶馆出的，但我不想玩。我想玩，我玩真啊！你们这群人脑子里装的都是颜色废料吗？此宝名为扎心老铁针，它没有品级，但专治各种不服。只要对方说谎或者闭口不答，此针便会瞬间刺向心脏，虽不致命，但绝对扎心。来，有请路人甲、路人甲上台演示。老弟，哥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背地里有没有偷偷骂过我是个大傻叉？呵呵，那当然骂过，每天起码骂你8回。杀猪！我靠，说真话的没事，问问题的被扎了。圣主，你这法宝是不是出 bug 了？扎错人了吧？大家不要慌，这法宝没坏，这正是它的特殊之处，扎心。有些真话，虽然它是真的，但它听起来是真的扎心呢。忘了说副作用了，这法宝叫扎心老铁。如果对方说的是大实话，老铁会很欣慰的扎一下提问者的手指以示鼓励。没事的，继续。老弟，我接着问，你平时都是怎么骂我的？
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奥利给吗？我操！我问你问题呢，你为什么骂我？唉，你弟弟没骂你，他是在回答你的问题啊！这当哥的脑子果然不太好使。是的，我追了3年的翠花仙子突然不理我了，是不是你在背后说我坏话？我这是为你好。是啊，我说你有脚臭。我靠！你这么做良心不痛吗？一点都不痛，谢谢兄长关心。这法宝不是这么用的，问的都是些废话。看我的！路人乙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个东西？我是个东西？不对，骂自己是东西，我不是个东西。我操，还是骂自己！我跳，圣主好毒的嘴，这个问题怎么答都是死胡同啊！痛，太痛啦！看到了吗？这才是老铁真的正确受法，用逻辑陷阱逼得对方无法回答，直接物理超负。扎心老铁针开始竞拍，我出10万，我出50万。各位，我出的1万是上品灵石。圣主，我刚才喊错了，我以为是中品，撤回，撤回。不知者无罪。8万上品灵石，老夫要了。3、2、80，成交。赵公子，等一下。赵公子，接下来这套跑路套装，您可是首位体验者，能否在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？林前辈，在这儿演示，这味道可能有点冲啊。无妨，就在这儿，朝着大门的方向跑。林掌柜，您这是干嘛？这什么味儿？好辣眼睛！救命！我看见我太奶奶了！谁放毒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各位，忘了给大家发口罩了。虚空牌顶级防毒口罩，不仅能隔绝毒气，还能净化各种脚臭、狐臭。只要10块中品灵石，先到先得。我买，给我来10个。这钱你赚的丧良心啊！圣主，我们算看明白了，你这不收门票，原来是强买强卖啊！这位道友说笑了，跑路套装加口罩，不仅免去了吃解毒丹拉肚子的尴尬副作用，平时去秘境探险还能防毒保命。10块灵石买1条命，贵吗？好像还挺划算。这帮韭菜真好忽悠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下一件拍品吸灵手套。顾名思义，戴上它，战斗中只要一打响指，就能瞬间吸取敌人的灵力。想象一下，对战时你把对方灵力吸干，他还拿什么跟你斗啊？林掌柜，这手套是不是得碰到对方啊？要是能碰到，我一剑劈了他不就行？诸位，这手套不需要肢体接触，动嘴就行。动嘴？怎么个动法？这法宝正经吗？唉，就是玩一个我有你没有的游戏。李仙子，你戴上手套，我们演示一下。你只要说出一样你有我没有的东西，再弯下1根手指，就能吸我的灵力了。我有胭脂水粉，你没有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叫隔空吸灵。李仙子，别客气，继续。今天咱们就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彻底吸干。我有软甲，你没有。林掌柜，为什么我的灵力粉被你吸走了？圣主，李仙子说她有软甲，你没有，触发了反噬，也就是说您储物戒里珍藏着。别误会，大家别误会，那软甲是我昨晚不是，那是一个姓李的仙子的，但绝对不是李思思的。林前辈，男人嘛，都有点不为人知的小癖好，大家懂的都懂。懂你大爷！老子不是变态，老子是纯爱战神。我需要换个男道友上来重新演示，哪位好汉自报奋勇？
林前辈，我把这小子带回来了。您都不知道，我刚才在东四胡同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变成狗跟一群流浪狗抢骨头呢。要不是我放了个毒屁把狗群熏晕了，他今天非得清白不保不可。恩人呐！哦，老天爷啊，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，总算把老子的那家糊弄过去了。要不是赵飞拦着我，我早把那群流浪狗打趴下了。那领头的黄毛狗太不讲理，非说我调戏他马子。我一个修士，物种取向还是很正常的，好吗？我就是多看了一眼。等一下，美丽，你能听懂狗说话？对啊，变成狗之后，不仅能听懂狗叫，连别的妖兽说啥我也能听懂。听到了吗，各位？买灰天披风不仅能保命，还附带外语清通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找铁柱报名订购啊！为了学外语变成狗，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儿？对了，美丽，披风变狗有时间限制的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变回人形了？你问他，他吃了聚气丹还要背着我，这屁是一个接一个的崩啊，硬生生把我从狗形态给崩回人形了。我操，毒屁还能破除变形效果？各位，那个被屁崩确实不太文雅，我再研究研究。咱们还是继续测试心灵手套吧。美丽，戴上手套，你来发问。我有过做狗的经历，你有吗？单身狗算不算狗？如果算，那我也有。美丽，严谨一点儿。单身狗确实也是狗，修仙界判定生效。换个只有你干过的事儿。为我亲爹用合体期修为全力殴打过，你有这经历吗？你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。我用方天画戟扎过我亲爹的后丘，你有吗？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这算什么？我还当着全城人的面管我亲爹叫过义父，你叫过吗？好你个逆子！老子就说刚才那口令听着怎么像义父，原来你真没憋好屁！爹，我错了，爹，别打脸。那个手套的功能大家也看到了，刘家主，麻烦把手套扔下来，我们要开始竞拍了。林掌柜，下手太重，那小子又狗遁跑了，手套还在他身上。为了不给您添麻烦，我刘家出10万上品灵石，这手套我们要了。就喜欢刘家主这种讲究人。手套没买到的别急，接下来这一套才是真正的战略级物资。白色的是小还丹、中还丹、大还丹，对应金丹、元婴炼虚、合体渡劫3个阶段，服下一颗，瞬间恢复1半灵力。林掌柜，此言当真？渡劫期也能瞬间恢复1半？比扎心老铁针还真。渡劫失败往往是因为灵力枯竭，有了我的大还丹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被雷劈死了。白色的补灵力，黑色的自然是抽对方灵力了。这就是虚空圣地特产散仙丹，能抽灵力是好，但对战的时候，敌人也不可能乖乖张嘴吃你给的丹药啊！谁让你喂他了？这是当手雷扔的，只要砸碎，瞬间形成无色无味的散灵毒物，直接把敌人蓝条抽干。你在毒物里吃着大还丹满状态输出，敌人在毒物里蓝条清零，这不就等于按在地上摩擦吗？林前辈说的这么神，您倒是演示一下啊！哼，就喜欢你们这群不见棺材不掉泪的。看好了！哎呦我靠！我的灵力怎么瞬间清零了？不是说快速流失吗？怎么是瞬间秒空啊？我不该坐第一排的。不要慌，那是因为我用的是对付合体期以上修士的大北，你们修为太低，自然瞬间被抽干。看我合体期修为，灵力虽然在掉，但还能撑一会儿。哎呀，这就满了，舒坦。李仙子，你修为低，这颗中还丹给你补补。
我就知道，林前辈的储物戒里绝对有李仙子的软甲。林长辈，您怎么流鼻血了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李仙子，少自作多情，这是大还丹的副作用，虚不受补导致的上火流血，你吃你也流。林掌柜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大家看，我说的是真的吧？副作用而已，不影响战斗。现在开始卖回蓝丹药了，谁要？林掌柜，小还丹我们不要，那大还丹到底有几瓶？如何卖？哎呀，大还丹药材难寻，炼制极难，数量不多，大家价高者得吧。多是几瓶？林掌柜给个准数啊，总不至于你连库存都查不清吧？好，你非要个准数是吧？那就1瓶，就卖这1瓶，剩下的我留着当糖豆吃。谢宝清，你个老鳖孙，就你张嘴了是吧？叶宝清，老夫卡在大成巅峰300年了，你要是害老夫买不到药被雷劈死，老夫渡劫那天就飘到你谢家祖宅头顶上去渡。谢宝庆啊，谢宝庆，你说你惹他干嘛？我不就问个库存吗？怎么成千古罪人了？林掌柜息怒，那老小子从小就是个二缺，别人放个屁他都得打听中午吃了啥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再多拿1瓶出来呗。行吧，看在诸位前辈的面子上，我把留给自己保命的那1瓶也拿出来，一共2瓶。第1瓶起拍，大还丹1瓶，开始竞拍。这3万上品灵石，老夫急需保命，4万谁不急啊？10万上品灵石，老夫全要了。我操！东岳皇室这帮老流氓又来直接封顶，你们把气氛全搞没了，我还怎么知道孔皇割韭菜啊？恭喜东岳皇室10万上品灵石拍得第1瓶大还丹。林掌柜，钱货2斤，拿着，趁热吃。林掌柜，这大还丹怎么只有4颗，少了1颗啊？哎呀，刚才演示药效的时候，我不是吃了1颗吗？可那是我们花10万上品灵石拍的呀，你好歹给补齐呀。演示消耗不也算在成本里吗？不要拉倒，我退钱。要，林掌柜说的对。好了，第2瓶大还丹，这是满配的5颗装，但是由于起拍价不设限太危险，这瓶起拍价10万上品灵石。我操，这林掌柜太黑了！刚才是成交价，现在直接变起拍价了。没办法，保命要紧，11万，15万，15万成交，恭喜都城赵家。以后虚空拍卖行由铁柱总管全权负责，大还丹他手里有的是。老祖啊！接下来是今天的压轴大戏，再生丹，提升资质，逆天改命，起拍价1万上品灵石。梁不伦，2万。这帮老狐狸，他们这是商量好了，一家买1颗，互相不抬价啊！想跟老子玩串标，做梦！好了，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，大家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林掌柜，别结束啊！我看见你瓶子里明明还有半瓶呢。怎么着？我还有半瓶就必须得卖给你们啊！告诉你们，剩下的这些早被中州那边的超级势力开出天价预定了。物以稀为贵，你们这竞价态度让我很伤心。以后这再生丹1年我只拿出1颗来拍卖，到时候谁能抢到，就看你们带的灵石够不够多了。林掌柜，我出5万，我出10万，别走啊，林掌柜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串交啊。林掌柜，您是不是
贵人多忘事啊！刚才那10万上品灵石的大还丹和几座庄园的房契，我们可都结清了。钱货两定，黎贵概不负责啊！你休想让我补你那一颗丹药！我不是要丹药，我是说，我家寻儿呢？我靠！光顾着办拍卖会赚钱，把这倒霉孩子忘在小黑屋里关了5天了。这要传出去，以后谁还敢交赎金？嗨，冤枉你别提了，你家寻儿到了我这圣地，看到这里灵气浓郁，死皮赖脸的非要在这儿闭关，我赶都赶不走啊！他骗人！他把我修为封死了，连口灵气都不让我吸啊！我这几天全靠舔墙上的水珠活命啊！冤枉你看，这孩子闭关走火入魔，都出现幻觉了。快领回去吧，看在铁柱的面子上，这几天的著作费和灵气费，我就不收了。我谢谢你呀！中州大舞台，没实力别来。饭桶，给我充值！扣除20万上品灵石，合体中期；扣除30万，合体后期；扣除40万，大成初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成期修为，渡劫期战力，天元大陆，我林凡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无敌了！宿主，你还是等冲到渡劫期再说这话吧。顺便提醒一下，冲到渡劫期需要900万上品灵石，看看你那空空如也的钱包，修仙界哪个大成期有你这么穷？你个狗系统，老子没钱了你就这副嘴脸！紫金神龙阵，攻防一体的护宗大阵，这破系统又忽悠我去外面建宗门当冤大头。看看三足金乌车解锁了什么新功能？丁，新功能已解锁，货拉不拉。1生2， 2生3， 3生4足，4足货拉不拉，万物皆可能拉。老子堂大成期顶级修士，你让我改行去当卡车司机？宿主别发呆，你的第1单搬家业务已上线。我懂了，紫金神龙阵能全面包裹驻地，这不就是快递打包的防护膜吗？我用阵法把别人的宗门打包，再用4轮车拉着跑，这不就是强制搬家公司吗？宿主，人家宗门待得好好的，谁会没事找你搬家呀？没有需求，我们就创造需求。等到了中州，我先往他们宗门扔几颗散性药和毒气屁，我就不信他们被熏成那样还能待得下去。宿主，你做个人吧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这拉货和打包的功能可是金阿神龙开发出来的。要骂就让修仙界骂他俩好了。宿主脸皮厚度已超出弹册上限。各位，你们还记得第一次见我时我是什么修为吗？是金丹期。切，我们见圣主时他还是炼气期呢。好意思说，圣主练气的时候你们是炼气，现在圣主都炼虚期了，你们还是炼气。李叔，你消息滞后了，我不是炼虚。就说怎么可能升那么快？我不是炼虚，我是大成初期。我现在是大成期，想不想像我一样升级如喝水？想不想一指头碾碎那些看不起你们的敌人？因为我吃了它，虚空圣地独家特产，提升资质的再生丹。今天人人有份，只要吃了它，大成期不是梦。圣主万岁！我要服用，我要变天才！别冲动啊，姐妹们！圣主当初炼个1阶聚气丹，差点把我们宗门山头给炸平了。炸山算什么？你们淋过和奥利茶一样味道的雨吗？圣主，您就给句痛快话，这丹药吃下去是会炸糖，还是会喷毒气？格局小了，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，副作用也就是全身毛发脱落，然后再重新长一遍而已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要遭雷劈呢。只要不拉肚子、不吃屎，区脱发算什么？为了大成期，大家干了！快，把头发收好，等会找人缝个假发套先戴着。
我操！圣地里哪来的妖风？我的假发原料啊！大家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让药效再飞一会儿。这哪是光头，这是绿毛圣地啊！我宁愿当秃子，也不想戴一头绿帽子啊！我要拔了它！住手！这绿草是药效挥发的一部分，谁敢割草，以后长出来的头发都是绿色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，带薪休假几天，在圣地里好好光合作用。本圣主要去中州，给咱们找个门面了。散会。林师兄，你来啦！乐烟师妹，带我去拜访一下刘安生前辈吧。我一声不吭把他带回来的人全拐去当了牛马，总得去打个招呼。哎呦，这不是林圣主吗？老夫好不容易找回来的3个徒弟，全被你小子拐跑了。刘前辈说笑了，小子这不是专程来负荆请罪了吗？顺便想向您打听打听，这中州哪块地盘风水最好？刘前辈，我请您徒弟帮忙做事，这瓶大还丹就当是晚辈的一点心意了。林小友客气了，老夫听闻你那些丹药的奇葩副作用，老夫一把老骨头了，可经不起折腾。唉，这可是能瞬间恢复1半灵力，还能修复雷劫暗伤的保命丹药啊！既然前辈不要，老夫修仙1000年，读书不多，你可不要骗我，这真是瞬间回蓝的保命神药。自己人不骗自己人，包真的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那老夫就笑纳了。以后你在中州卖药，老夫给你做保，绝不让人黑吃黑。我身边有个渡劫巅峰的护卫，加上我大成期的实力，到底是谁黑吃黑还不一定呢。刘前辈，我初入中州，打算在这边做大做强，还请前辈指点一二。中州水很深，9品宗门之上是4大圣地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这名字也太土了吧！天元大陆取名这么敷衍的吗？中州最大的城池不是4大圣地的巨城，而是位于中州中心，由各大势力共管的天元城。那里才是修仙者真正的天堂。天元城，等老子的霍拉布拉和虚空大卖场开过去，迟早让它改名叫虚空城。天元城以后再去。乐言师妹，咱们先去附近的仙云城考察一下。好呀，好呀。乐言师妹，你是御剑飞还是？林师兄，我坐车给你指路。你想偷懒就直说，抓稳了！今天让你见识一下大 V8到底有多恐怖！慢一点，林师兄，快减速啊！不对啊，乐渊师妹，这都飞出几百里了，怎么连个城墙的影子都没看到？呀，这是到哪儿了？你问我？刚才不是你指的路吗？合着你是闭着眼指的？可能是你开得太快，飞过头了吧？二位，打扰一下，请问仙云城往哪个方向走？看不透修为，肯定是带了隐藏气息的法宝。这是条大肥羊啊！道友，仙云城离这儿远着呢，我看二位修为不高，不如我们兄弟俩护送你们过去。这2个王八蛋刚才还在拼命，一看到肥羊立刻组团打劫。中州的水果然很深啊！多谢二位好意，我们自己去就行。你们继续分生死吧。道友，荒郊野外的，还是让我们送一程吧。相逢即是缘，既然二位这么想分生死，那我就送你们一场大造化吧。你给我们吃了什么？好东西，能让你们瞬间爆发生生最强一击。不用谢我，缘分已尽，后会无期。我的肚子好臭！生平最强一击，难道是瞬间提升修为的仙丹？
这自爆丹药效不错啊，为了保证威力，还自带强制回蓝功能。生平最强的一击就是自爆吗？我果然是个诚实的生意人。范统，你说，要是我把这自爆丹喂给护卫傀儡，会发生什么？嘿嘿嘿，等找个机会，让我的渡劫期傀儡吞一颗自爆丹，渡劫巅峰加自爆神丹，就算仙人来了，也得被炸成奥利给。雷音城，小雷音寺还是大雷音寺？乐言师妹，仙云城改名了吗？好像是我指错路了，这应该是八品宗门天雷宗和天阴宗经营的城池，咱们要不进城逛逛？逛什么逛？这进城还得收数城费，一块下品灵石也是肉啊！走，咱们绕品。进去吧。败家娘们儿啊！这中州的城池建设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内环住权贵，外环贫民窟。看看这些散修，为了能在大城市买套房，天天去秘境打工拼命。天下乌鸦一般黑。林师兄，前面就是交易市场了，你要去摆摊卖丹药吗？来都来了，入城费不能白交。不过摆摊要交租金，这我可不能忍。看我怎么给他们上一课！道友想买点什么法器？道友，你这里卖灵石吗？我想用东西买你的灵石。啥？你想买灵石？道友，你没病吧？这不就是白嫖我的钱吗？这叫反向交易。你们雷音城只规定了摆摊卖货要交税，没规定逛街买零食也要交税吧？我这是合理利用规则漏洞。你来砸场子的是吧？信不信我叫执法队把你抓起来？别急啊，兄弟，我是拿硬通货跟你换零食，只要你吃了这药，我保证你能发大财。辟谷丹，一颗下品灵石能买一袍带的烂大街玩意儿，你跟我说能发大财？怎么着？你这辟谷丹是太上老君搓的呀？兄弟，你这就外行了。我这丹药管不管保另说，但它有一个极其霸道的属性，强制好色。只要吃下它，哪怕是太监也能变战神。你想想，你要是把它高价卖给城里那些有心无力的大爷们，这钱不就来了吗？道友，这丹药吃下去，不仅能瞬间提升悟性，还会让人荷尔蒙迸发。你想想，你先让那些有钱的肥羊免费试吃，等药效一发作，肯定会对你旁边这位美貌的仙子动手脚。这个时候你大喊一声耍流氓，再把执法队调来，这巨额精神损失费不就到手了吗？我操，还能这么玩？仙人跳不对，这叫合法维权啊！这要多少灵石？我买了。买？这叫什么话？雷音城规矩，没有摊位证不能卖货。我只是个单纯的顾客，是来买你的灵石的。卖石头喽！带灵气的石头大甩卖，1000块下品灵石，只需一瓶辟谷丹。摊主，你这石头个头有点小啊，有没有比这个大10倍的？大爷，就这些了，再大真没有了。这笔买卖成交了。好说。道友且慢，这药到底有没有用，我还不确定。要不你先吃一颗，向我证明一下。你放心，你吃的那颗算我的。道友，你不像好人呐！刚学了我的绝招，反手就想用在我身上，门儿都没有。既然你不信，那咱们就现场实战演练一把。不过说好，等会儿坑来的赔偿我要抽成。提升悟性，本公子倒要看看是真是假。这位少爷，假一赔10，您当场试吃，没用不要钱。哼，本少爷最近正好有一门法术卡在瓶颈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耍什么花招。我懂了，原来那法术的灵力运行路线是这样的，真是神药啊！好热，这个多少钱？
本少爷要了！执法队，执法大人救命啊！光天化日强抢民女啦！这出大戏演的1万灵石花的值了。两位执法大人，他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快抓他！李兄，这是我们天阴宗副宗主的孙子张峰，当众抓他不好看，咱们还是先带回去吧。为了雷阴城的名声，只好如此了。好家伙，执法队包庇20组，这剧本也太经典了。正好送上门的肥羊，不宰白不宰。张少受惊了，刚刚在大街上多有得罪。少废话，把这几个敢坑我的蝼蚁全杀了！张少饶命，不关我的事儿。这仙人跳的计谋是这小子出的，连那辟谷丹也是他给的，我是被逼的。兄弟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看来等会儿赏你冷少一颗自爆丹尝尝。死到临头还废话，下辈子擦亮眼睛，有些人是你们惹不起的。去死吧！就这，你是没吃饱饭吗？小小化神期也敢对大成尊者动手？我本来只想敲诈点灵石，你们非要逼我掀了这座城。不知哪位大成期前辈降临雷阴城，天阴宗执法长老周华给前辈请安。前辈，地上那位是我天阴宗副宗主的亲孙子，不知他哪里得罪了您，我一定禀告副宗主，重重责罚他。还请前辈看在副宗主的面子上。八品宗门的副宗主，正是。太好了，副宗主这种级别，家底一定很丰厚吧？这孙子的命，他打算花多少上品灵石来赎？你们天阴宗那位副宗主叫什么名字？副宗主张木海，距离大成后期也只有1步之遥。林师兄，我听刘安生师爷说过，当年就是张木海把我们一家的行踪卖给了血煞宗，才害得我父母被追杀。我刚才还担心是刘安生的熟人，不好意思讹太多，搞了半天原来是死仇啊！乐言师妹放心，今天师兄给你表演个合法抄家。误会，道友息怒，在下天雷宗副宗主朱守文，不知哪场误会，惹得道友发下如此雷霆之怒。误会？我堂堂大成尊者，带着师妹合法逛街，无缘无故被抓进密室不说，这小卡拉米还拔剑砍我，这要是传回中州，我临凡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？今天你们不给我个天价的说法，我就把雷阴城给平了！这混账东西竟然给老夫惹下这等灭顶之灾！副宗主，不是我，是天阴宗的人干的。只要不是我天雷宗的人先动的手，一切好谈。既然没动手，死罪可免，立刻滚回宗坟，面壁思过100年。多谢副宗主。接下来就看张木海怎么保你了。朱前辈，是我动的剑，但我不知道他是大成期啊！这蠢货还敢顶嘴，万一惹怒大成期大佬，必死无疑。放肆！敢跟前辈顶嘴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前辈，这不长眼的狗东西，我已经替您教训了。您看，装晕是吧？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？拿这个法宝闪电5连鞭，抽他一下，保证药到病除。朱副宗主，这不好吧？看我干嘛？赶紧弄醒，别耽误林前辈办正事。这叫唤的挺精神，看来是真醒了。林前辈，这里是10万上品灵石，算是我天雷宗给您赔罪了。天阴宗的人跟我天雷宗绝无半点关系。朱道友敞亮，你放心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只找天阴宗算账。朱道友，我刚才在路上对功法有所感悟，来迟了，莫怪莫怪。切，
还以为是哪路神仙，原来只是个大成初期。这位道友，既然朱道友已经赔过罪，那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慢着，天雷宗的账清了，你们天烟宗的人拿剑劈我，这笔账怎么算？道友这是何意？我天雷天阴二宗同气连枝，你收了天雷宗的钱，还想问我要？这是想挑拨离间不成？老张，你少跟我攀交情。今天这大麻烦，纯粹是你这孙子惹出来的。姓朱的，你敢当面骂我？谁骂你了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你孙子。哼，就算是我孙子惹的祸又怎样？他一个金丹期能惹到你大层期？想要交代，老夫倒要看看你一个大层初期拿什么找我要交代。段言师妹，准备好虚空令牌，随时撤。老狗，既然你想掀桌子，那就准备好，让整个天一宗给你陪葬吧。两位冷静，大成期交手，雷音城的地阶修士全得死。老张，快收了神通！哼，算你走运。看在满城修士的份上，老夫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哼哼哼哼，你不想打，我还想打呢。林道友息怒啊！动静太大，没法收场啊！谁说打10期打大成期会有大动静？小畜生，老夫杀了你！哼，破铜烂铁。你看，解决他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吗？哪来的动静？对，林道友剑法通神，毫无动静。这怎么可能？宗主，快救我！此人毁我本命法宝！哎呀，林道友，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初次见面，请林道友务必收下。这老头谁啊？这么客气？我怕你有危险，给刘安生师爷发了传音求救。林道友，实不相瞒，老夫大成巅峰，正愁怎么渡雷劫呢。刚才刘前辈跟我说，您手里有能瞬间恢复1半灵力的大还丹，您看这买卖？哦，原来是大客户啊！好说好说，宋宗主，咱们这叫不打不相识啊！以后需要什么丹药法宝，给你打99折。多谢林道友。神不打不相识，你们是相识了，可挨打的是我呀！林道友，今天的事确实是我们天阳宗管教不严，除了10万上品灵石，老夫再在雷音城最繁华的地段送您一间3层的大型商创，您看如何？宋宗主敞亮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这事儿就算了，带着你的人走吧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之前遇到危险，把锅全推到我头上，反咬我一口的时候，挺熟练的。这摊主夫妇正好适合当免费劳动力，得炼点药控制他们。完美，修仙界最佳牛马控制完。别说我心狠手辣，我给你们一个2选1的机会。这2瓶药效果截然不同，选一个吃下去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前辈，这都是什么药啊？告诉你们还叫选吗？选！我选这个。我的身势变强了，前辈，我选对了，这丹药是帮我提升修为的，
多谢前辈大恩大德。高兴的太早了，这叫换心丹。它不仅能提升神识，还能让你们强行认我为主。从此以后，你们就是我雷银城商铺的终身免费打工人。这瘪肚子太阴险了！居然用这种手段控制我，我祝你生儿子没亏！对了，忘了说副作用，只要你们心里对我产生一丝恶意，就会感受到穿心之痛。我错了，不该在心里骂您断子绝孙的。只要你心里不骂我，就不会疼。主人是个大善人，主人以德报怨。骂得越脏，扎得越深。现在告诉我，谁是你们最好的老板？你是我们最敬爱的主人，能给大成期尊者当牛做马，是我祖上18代修来的福气。主人，刚才您左手里那瓶丹药到底是什么？哦，那个叫自爆丹，吃了以后，砰的一声，原地炸成烟花。我就知道您让我吃换心丹是为了保护我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的命就是主人的。好，记名字太麻烦，以后男的叫林雷，女的叫林音。前辈，这是雷音城地段最好的商铺，里面的货一并送您了。林雷、林音，以后这家店就交给你们打理了。圣主，我们这算是加入虚空圣地，成为正式员工了吗？想得美！你们现在只是临时工，干得好赚正，干不好自爆单管够，保证完成业绩。林师兄，怎么突然急刹车啊？我突然想起来，上次给刘恩生那老头留了虚空令牌当定位器，我为什么还要赶路啊？是哦。哼！何方妖孽！叮铃铃，刘前辈，是我啊，没敲门就进来了，不好意思哈。林小友，你有这逆天的神通也就罢了，下次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？老夫渡劫期的心脏差点被你这4轮车给吓停了呀！林小友，你这空间跨越的神通，要是能推广出来造福天元大陆，那绝对是万家生佛的好事儿啊！拉倒吧，刘前辈，天元大陆服不服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种逆天技能只有我自己能用，推广不了。唉，那太可惜了。天元大陆疆域辽阔，修士出趟远门重则几10年。要是这种传送能推广，光是每天收取的路费，恐怕都是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啊！刘前辈，您误会了，我刚才话没说完。身为修仙界的一份子，造福大陆是我林凡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你不是说推广不了吗？那个技能不行，但我有虚空之门啊！前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是在全大陆每一个城池都开一家虚空商铺，然后每家店里放一扇门，然后把我的虚空圣地当转中转站，所有修士只要买票进门，通过中转站转车，就能瞬间抵达天元大陆任何角落。这不仅解决了交通问题，庞大的人流还能带动你商铺里的法宝和丹药生意。Bingo， 这叫修仙版高铁经济圈。从今天起，天元大陆的交通我林凡垄断了。林小友若真能实现，整个天元大陆的修士都会把你当活神仙供着的。这算什么？刘前辈，你说那些飞升到仙界的老神仙们有没有想念下界家乡的？小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车票不仅要卖到仙界去，只要有人带着我的虚空令牌飞升仙界，
就能建立仙界和下界的坐标。到时候我在仙界推出探亲至尊 VIP 双日游业务，你想想，那些离开老家几万年的仙人，为了回来装个逼，还不得乖乖把仙境掏给我？我操！小林啊，你这洞天福地还能直通仙界？那你们虚空圣地的人岂不是能集体偷渡飞升？低调低调，只要前辈您或者中州哪位大佬快飞升了，记得带上我给的牌子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1成的车票抽成。老夫连第2道雷劫都不知道能不能扛过去呢。不过以小友这1个月从金丹飙升到大成期的速度，估计等你飞升仙界了，老夫还在下界玩泥巴呢。不急，饭要一口吃，酒菜要一茬茬喝。既然要垄断天元大陆的交通，那这第一步就从中州最繁华的天元城开始。唉，这宏图虽好，但我目前只在雷鹰城有1家商铺，这第2家店嘛，我打算开在仙云城。只是这初来乍到的想找个市中心的好位置，难啊。林小友，跟老夫还客气什么？老夫在仙云城最核心的商业街，刚好有一间3层大商铺，直接送你了，就当是老夫入股你的交通垄断大业。长者赐，不敢辞，多谢刘前辈。等我的传送网络铺开，逢年过节我给您送几张去仙界探亲的 VIP 免费车票。哈哈哈哈，那老夫就等着小友的好消息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林师兄，既然有了仙云城的商铺，咱们什么时候开业呀？开不了。李云飞他们700多号人还顶着一头绿油的草呢，这时候放他们出来当导购，咱这虚空圣地就成修仙界第1大绿帽批发厂了。等他们头发长出来再说吧。雷瑶师妹，你来中州这些日子想家吗？想东荒的青云宗吗？当然想，青云宗的一草一木都有我和父亲的回忆，但我知道你要在中州发展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傻丫头，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如果我说我能把青云宗搬到中州来呢？搬过来？什么意思？我这辆4轮车解锁了霍拉布拉功能，我打算回东荒，把青云宗、天火宗、仙侣宗的旧址，连带咱们起家的青云仿慎，全部打包运到中州来，直接空降，当咱们虚空圣殿的中州总部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我有个绝佳的建议，咱们就把宗门放在仙云宗旁边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刘安生前辈在这儿，方便串门。因为距离近啊！等咱们虚空圣地壮大起来了，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直接把仙云宗给吞并了。这丫头看着软萌，野心比我还大呀！刘安生那老头要是知道我不仅挖他墙角，还带着妹子密谋吞并他宗门，怕是得气得原地引爆天劫吧。圣主，您从中州回来了。咦，这位仙子是？这是我乐言师妹，你称呼她？见过圣主夫人。铁柱管事客气了。别瞎叫。铁柱，交给你个新任务，接下来重点宣传咱们的新业务——跨域虚空传送。以后不管是去东域各地，还是去中州，买张车票，瞬间到达。圣主放心，我这就去让整个东域都为之沸腾。林师兄，这里的一草一木还是原来的样子，真好。
别急着感慨，师兄这就把你的快乐老家打包带走。退后！紫金神龙阵，给我照！莫拉不拉，万物皆可拉，给我起！哈哈哈哈哈！搞定搞定，饭桶，给我开虚空之门，咱们直接走 VIP 通道，传送到中州去。饭桶，什么情况？这虚空之门还限高限宽啊！宿主是圣地空间嫌弃，东荒这种贫瘠的黄土，要是进了圣地，会污染里头的生态环境。真污染环境！你个破系统，还搞地域歧视是吧？宿主若是嫌累，可以等系统开放空间吞噬功能后再搬。我等个屁！老子堂堂大乘期尊者，今天要硬生生跨域送货啦！饭桶，你说这吞噬空间功能解锁了，我是不是能直接把整个天元大陆一口吞进圣斗里？那我不就成这世界的创世神了吗？建议宿主停止白日做梦。想吞噬天元大陆，你起码得飞收成仙，加油吧，打工人！哎，路漫漫其玄远兮，吾将全力去赚钱，给我冲！我靠！天上飞了个什么东西？山在飞，这是传说中的飞行秘境现世了！快追，里面肯定有绝世机缘！啊！乐言师妹，咱们进入中州了。仙云宗往哪儿走？我上次是坐非洲来的，我不认路呀。我就不该指望你，还是摇人吧。林小友，你不是能定位传送吗？怎么跑中州边境来了？还让我来接？这不是东荒的青云宗吗？怎么飞到中州来了？我嫌在中州建新基地太麻烦，刚好4轮车有货拉拉功能，我就把乐言师妹的娘家打包拉过来了。刘前辈，以后你们仙云宗要是想换风水宝地，也可以找我，给你打8折。用4轮车拉了一座山脉跨域搬家，服了。林小友，前面是8品宗门金剑宗，咱们拉着这么大一座山在人家头顶飞，是不是太招摇了？要不绕个路？护山大阵，护山大阵怎么没反应？快传讯太上长老！绕什么路？正好给我的货拉不拉打广告，直接开过去。前方乃我8品金线宗驻地，何方神圣，敢拉着一座山来砸场子？仙云宗刘安生借道而行，与尔等无关。仙云宗长老刘养生借道而行，与尔等无关。原来是仙云宗的前辈，是我们多嘴了，前辈请便。2位道友别急着走啊！实不相瞒，我正在开展宗门搬家业务，你们今天这么给面子，以后贵宗要是想换个山头，尽管去仙云宗找我，我给你们打8折。多谢道友，但我们金剑宗风水挺好的，几千年没挪过窝，不需要搬家。风水好，看来我得去报个修仙风水班了。以后说他们风水不好，这生意不就来了吗？林小友，咱们得绕路了。前方是9品宗门玄冥宗的地盘，他们行事极其猖狂，咱们拉着这么大一座山，容易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听前辈的，和气生财，咱们绕着走。呵呵，这还没进我玄冥宗的地界就想跑？怎么，把我玄冥宗当成金剑门那种垃圾宗门了？喂，这是何意？此地距离你玄冥宗还有数百里，何时成你们的地界？老夫说这里是，这里就是。仙云宗的面子在我们玄冥宗这儿可不好使。自从你们当年和血云宗打了一仗，实力早就大不如前了吧？识相的就把身后的秘境留下。我仙云宗是不是退步了？
你们大可以上来试试。真以为老夫怕你们玄冥宗不成？奇怪，他们怎么知道我刚过了金剑宗？难道他们有探子听说了我的搬家业务，所以特意跑来想白嫖我的货拉拉？我操，这是遇到抢生意的同行了！各位大佬小伙，二位拦路，莫非也是看上了我的搬家业务？这事儿好说，只要玄冥宗有搬迁需求，我给你们打7折。但咱们都是体面人，千万别学劫匪那种零元购和黑吃杯的安撒手段，强扭的生意它不甜啊！闭嘴！区大成期蝼蚁，渡劫期大能说话，有你插嘴的份儿。你不是要打折吗？老夫现在就把你的腿打折！两个老邓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慈父手中剑，崽子身上皮！李小友别冲动，快退，我来挡住他们！去死吧！好小子，竟有如此神兵！既然毁了我的剑，就拿你的命和剑来赔！我操！法术攻击，紫金伞在后面打包宗门呢，我扛不住啊！隐身，雕虫小技，给我破！本来想用正常修士的手段跟你们切磋，没想到换来的是法术轰炸。好了，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老子是挂炮！躲回那破车上有什么用？受死！师妹，坐稳了，看师兄怎么撞死他！这是什么速度？给爷死！有钱背身，闪开！让我来撞死他！渡劫期大能，就这么被一辆4轮车秒了。没死透，还是车拉的东西不够重啊！看来下次得找个更大的山头。死了，而且是被一股极其波的质量瞬间碾碎的。探子说他们能拉动一整座山脉，这绝对是传说中的空间圣器。哼哼，仙云宗还真是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正好用这2个废物的死当借口，逼仙云宗交出仙器。他们要是敢说个不字，就顺手灭了他们满门。刘前辈，我看明白了，玄冥宗那俩货绝对是看上了我的货拉拉搬家业务，想白嫖。这年头同行竞争太恶劣了。林小友，你想多了。9品宗门都建在极品灵脉上，谁没事会搬家？他们分明是冲着我仙云宗来的，想趁火打劫。怎么不可能？说不定他们玄冥宗风水不好呢。你看今天出门就死俩长老，这风水多差呀，就该找我搬家。这是你用4轮车撞死的，关风水什么事？总之这口锅绝对是我们仙云宗的，你不用安慰我了。修仙界还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，居然还有抢着背锅的。行吧，你高兴就好。林小友到了，老夫得赶紧回宗门禀告此事，告辞。慢走不送。唉，才搬完一个，东皇还有天火宗、仙吕宗和青云坊氏等着我拉呢。我堂堂大成期尊者，生生活成了一个苦逼快递员，给我起！小子，还想着去仙云宗要人呢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就纳闷了，你们到底是冲着仙云宗来的，还是冲着我的搬家业务来的？我靠！渡劫巅峰，撤！
那个雏妾呀！给我追！小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区一个渡劫巅峰，也敢来我玄冥宗放肆！失算了，为了省钱没给他买武器，光着手怎么打神装啊？饭桶，把我的紫金神龙剑借给他用用。系统法宝已绑定宿主 DNA， 严禁转件。想拥有武器，请宿主前往商城氪金购买。你个死要钱的破系统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诱导消费，老子不买了！哈哈哈哈！小子，看来你的靠山抛弃你跑路了啊！现在乖乖交出你的仙器，老夫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渡劫巅峰，很了不起吗？嘿嘿，继续啊！这攻击跟挠痒痒似的，这就是渡劫巅峰的实力吗？没吃饭啊，老登！小畜生，有种撤了贵客出来打！不出来，但我可以进去啊！坐稳了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修仙界第一泥头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蠢货！我玄冥宗的护宗大阵，连大乘期巅峰都轰不开，你敢硬闯，找死！护宗大阵是摆设吗？起飞！第一，警告：探测至玄冥宗深处隐藏有超越渡劫期的恐怖存在，极度危险，建议宿主立刻撤退。我操，还有隐藏 BOSS， 溜了！仙云宗，老夫要将你们碎尸万段！饭桶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为了忽悠我氪金买道具，才故意编出个隐藏 BOSS 吓唬我？连8阶老祖都拿我没办法，还有谁能威胁我？本系统是怕你遇到危险，急眼了把渡劫巅峰傀儡喂下自爆丹当炸弹用，那可是本系统的高级货。你要是敢让他自爆，我讹到你破产！哼，瞎说，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丧天良子的事？不过饭桶，这傀儡等我飞升仙界后，能不能升级成仙王仙帝啊？你不说话，那就是能喽。看来以后得对他好点儿。掌门师兄，今天的事就是这样。林小友认为玄冥宗是想白嫖他的搬家业务才动手的，但我认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他们分明是冲着我仙云宗来的，想趁火打劫。刘师弟，你只看懂了第1层，而那位林小友恐怕在第5层。玄冥宗此举是一箭双雕，他们既想趁火打劫灭我仙云宗，更是看上了林小友那件能搬运山脉的献器。林小友那句白嫖搬家业务，其实是暗示我们玄冥宗贪图他的法宝。掌门高见，太明目张胆了，这和直接对仙云宗宣战有何区别？原来林小友的一句玩笑话，竟暗藏如此深的玄机，他果然深不可测。老姜，我又来串门啦！小畜生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不好意思，业务比较多，我先走一步。惊喜不？意外不？欺人太甚！真当我们玄冥宗拿你没办法是吧？别生气嘛！我说你们怎么不找我搬家？原来是有拆迁业务等着我呢。你看，我帮你们拆了这么多违建，你们是不是该结下工程款？好，玩得很开心是吧？有种别跑，去请太上老祖出关！我敲玩大了，溜了！乐言师妹，你觉得这3个宗门的大门朝哪边开比较符合风水？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几座山摆得有些突兀啊。我觉得师兄摆成什么样都好看。算了，问你这小迷妹也是白问。我还是去圣地里把李云飞他们叫出来，让他们自己选地盘吧。圣主，为何弟子们都长出了正常的头发茬，唯独我们3个是一根一根长的？这也太难看了，我都想把它拔了。李叔，这个情况吧，其实和再生丹的关系不大。那和什么有关系？俗话说，人到中年自然秃。
再生丹只是重新激活了你们毛囊的真实状态，认命吧，这是基因的错。圣主，你别骗我了！修仙界哪有什么人到中年自然秃的说法？那些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，哪个不是毛发茂密？李叔，你们年少有为，怎么能和老怪物比？对了，你们不是想念宗皇的老家了吗？等，我已经把青云宗、天火宗和仙吕宗，连同青云坊氏全给你们搬到中州来了。搬过来？圣主，您是说您在中州1:1给我们复刻建了3座山，这得花多少灵石啊？建什么建？老子是连根拔起，一路蹬3轮拉过来，不信自己看。嗨！字面意思上的搬过来。圣主，你这逆天的神通，我们无以为报啊！小林，以后哪怕仙云宗跟你翻脸，我们也死磕到底，站你这边。别说严重了，仙云宗是自己人。不过，咱们现在和仙云宗好像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。什么敌人？谁敢惹您？圣主放心，交给我们。不对，交给仙云宗去解决。这次的敌人可能不太好解决，是9品玄冥宗，而且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拉着山头路过他们家，不小心撞破了几次他们的护宗大阵，砸了他们几栋楼。现在玄冥宗扬言7天后要踏平仙云宗。圣主，这事儿绝对跟您没关系啊！就是玄冥宗早就想打仙云宗了，您那只是个借口。就算您不去强拆，他们也会因为别的原因开战的。要怪就怪仙云宗自己太会拉仇恨，惹完血云宗惹玄冥宗，这锅必须他们自己背。有道理啊，这锅我不背。不过，仙云宗以后可是要被我吞并的，那是我的私有财产，怎么能让玄冥宗欺负？我还是得去帮一把。琉璃前辈，听说你们要和玄冥宗开战了，别怕，我来给你们兜底。林小友，你来的正好，玄冥宗大军压境，老夫正愁怎么找你呢，快救命！这熟悉的表情，这老家伙该不会是想让我把玄冥宗打坏的楼也给修了吧？哦，这么多人，刘前辈，你不是说不忙吗？小林啊，这是我们仙云宗宗主李长青，各位长老都在。林小友，玄冥宗7日后就要打过来了，能瞬间岳父也不担。李宗主，我就是个卖杂货的，宗门大战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这小友能可能帮不上。这是1000万上品灵石，算作定金，如果不够，后续随时追加。李宗锦见外了，玄冥宗算什么东西？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不管是大还丹、中还丹还是小还丹，管够！发财了！林小友，为何如此失态？抱歉，我突然想到一个能让仙云宗立于不败之地的绝妙战术，一时间替诸位感到高兴，没忍住。林小友真乃我仙云宗的大恩人啊！大恩人个屁！这小子分明是看到钱笑疯了。不知小友想到了什么战术？等，诸位听说过我在玄冥宗7进7出硬扛他们护宗大战的事迹吧？靠的就是他，这可是顶级仙宝，只要开启上面的阵法，把你们仙云宗罩住，我敢打包票，玄冥宗那帮老登累死也破不了防。仙宝的防御大阵，林小友，此宝可否租借给我们一段时日？租金绝对让你满意。李宗主，这就让我很为难了。这件法宝早就认主了，别人根本用不了啊。这不能借，那怎么办？虽然法宝不能借，但我人可以留下来当阵眼啊！阵眼？你们想啊，玄冥宗大军压境的时候，我开着阵法把你们保护起来，你们在阵法里面还喝茶夸夸，他们在外面气得跳脚，等他们灵力耗尽了，你们再出去收割，这不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吗？这叫高端战场防空洞 VIP 服务。不过嘛，我在阵法里也是要消耗灵力的，这出场费、精神损失费、法宝设施费是不是得另算？再加500万上品灵石，战后结算。成交。7天后，我让玄冥宗知道什么叫金钱铸就的叹息之墙。李宗主，不是我不帮，但我刚搬过来的青云3宗还没安稳，万一玄冥宗去拆我的老家，我可分身乏术啊。这好办，林小友，你那3个宗门位置太偏，没灵气，不如直接搬进我仙云宗，咱们2家合并一处，你的阵法护住大家，岂不美哉？正愁没机会蚕食你呢，你自己把后花园门开了，这太让贵宗破费了。既然宗主盛情难去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样，只要你进了我仙云宗，迟早被我彻底绑定。宗主圣明，我仙云宗壮大指日可待。
呀，我最尊敬的宿主大人，小饭堂给您请安了。您现在零食多的都能填海了，需不需要立刻给您充值一个渡劫期玩玩呀？哟，不威胁我了，不是说要让我负债到天文数字吗？瞧您说的，那都是小饭桶开玩笑的。您看这密密麻麻的上品零食，闪得我电子眼都充花了。充，全给我充满！扣除200万上品零食，晋升大成中期；扣除300万上品零食，晋升大成后期；扣除400万上品零食，直升渡劫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渡劫期还有谁？饭桶，老子现在说自己无敌，你没意见吧？哦，也就那样吧。我操，你变脸也太快了！等老子攒够下一级的零食，看我怎么……极品灵脉，饭桶，你丫是不是打错字了？不应该是零食吗？没打错，渡劫清2捷径起步价就是一条极品灵脉。一条灵脉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我这不正在教唆你去抢吗？好，玄冥宗，既然你们要开战，那就把你们家的灵庙出来抵债吧。饭桶，你教唆我去抢劫九品宗门这事儿，我同意了。反正7天后玄冥宗要开战，我正好把他们的极品灵脉给抽了。来看看渡劫期都开了什么新软瓜！解锁新功能1：虚空兽吞噬。虚空圣兽张开须弥大口，可将外界领土连同宗门慢慢吞腹中，同化为圣地空间。我操，这不是物理兼并吗？吞并仙云宗的计划又着落了。解锁新功能2：3足金乌车载客。4轮车可直接变换形态为渡域飞机，实现大规模拉客。有了任意门，这功能有点鸡肋啊，也就是装逼的时候能用上。解锁新功能3：生产街的炉炸炉。饭桶，炸炉算哪门子功能？老子就靠这炉子炼丹赚钱呢，他炸了我以后喝西北风去啊！宿主是不是傻？你一直想要无限分身，只要把自爆丹放进炉子分身里炼制，就能得到即将爆炸的微缩丹炉，而且可以带出圣地空间。我靠，把炼丹炉炼成高爆手雷，修仙界核武器啊！给我炼！炸炉丹功能，如果入果属就是爆炸的话，那它的艺术成分极高，有大概率直接送渡劫期大能上天。老子终于不用蹬着4轮车跟人拼刺刀了，有了这玩意儿，什么9品宗门，什么极品灵浆，老子实施饱和式轰炸，一颗自爆丹威力就这么大。那我要是往一个炉子里塞10颗、100颗自爆丹呢？练，给我往死里练！7天之后，我要给玄冥宗的老僧们放一场修仙界最盛大的烟花！副宗大人坏了吗？怎么飞进来这么多座山？人宗肃静，这是我仙云宗最尊贵的客人。搞定，从今天起，咱们2家就是睡同一张床的异姓兄弟了。林小友，玄冥宗随时可能偷袭，这防空洞 VIP 服务现在能开启了吗？没问题，紫金神龙阵开。大阵看着气派，但不知强度如何。王师兄，你去外面攻击一下试试。看我的！法术不行，那就以点破面，给我破！哎，副长老，别用飞剑硬捅，会断的，我都忘记说了。王师兄太莽撞了，快下来吃颗大还丹！大战在即，不能带伤。多谢宗主！哎呀，我的鼻子！宗主，这大阵进不去了。林小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可是防空洞啊，怎么把我们自己人关在外面了？厉宗主，我又忘记说了，这阵法有极其智能的敌我识别系统。刚刚王长老攻击了阵法，被系统判定为敌方单位，自动拉入黑名单了，所以不让他进。
这可如何是好？好办好办，我给他后台解封一下就行了。掌门师弟，为了测试阵法，我飞剑断了，还差点破相。这修飞剑的钱，宗门能给报销吗？掌门师弟，这把青芒跟我100年了，就这么碎了。王师兄放心，宗门报销，直接给你换把新的。哎，换什么新的？旧的给我啊！我承接断剑重铸业务，断剑重铸之日，其品阶说不定还能提升呢。林小友，这可是8品飞剑，重铸提升品级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就不得不提我手里的这件绝世仙宝了。这是何物？此物大有来头，传闻乃女娲补天遗留的平石，落入极品灵脉的浓雾中形成的精华原液。因为是浓雾和灵气孕育的液体，所以简称雾灵而液。用一次少一次的绝世宝液，林小友，只要你能修好，事后仙云宗必有重谢。不过我自己的紫金神龙伞要当阵眼，现在没防身法宝了，要不我也给自己练一个极品法宝。我要练一个神话里专杀圣母、威力无边的翻天印。只要练成此宝，圣母再多也是浮云。给我练！宿主，灵石余额不足，请充值。加！灵石余额不足，请充值。再加！我到了几百万了，你这破炉子是不是贪污啊？给我成啊！几百万灵石砸出来的低配版翻天印，让我看看是什么逆天造型。我敲，这是什么造型？老子的几百万灵石就炼出了一块红砖。饭桶，你给老子滚出来解释清楚！我操，专杀圣母！饭桶，你这法宝还挺有性格的啊！嘿嘿，我悟了，系统的法宝都有奇葩副作用，只要卡好 bug， 垃圾也能变神器。接下来，给我的傀儡保镖练把武器！这副作用太变态了！别人打你一拳，肉身没事，元神直接裂开，正常人谁敢用？正常人不敢用，但他不是人啊！他是个没有元神的傀儡啊！没有元神就不存在元神伤害，拿着这把打神鞭，他就等于拥有了100%物理伤害免疫的无敌外挂。饭桶，快夸我，老子是不是这天底下最会卡 bug 的猎奇鬼才？宿主的无耻和钻空子能力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有人在强攻我的防空洞，玄冥宗那帮老登提前打过来了。林小友，玄冥宗不宣而战，直接出动了12名渡劫期老祖玩闪电战，这阵法扛得住吗？扛得住吗，李宗主？你对防空洞 VIP 服务一无所知，12个渡劫期是吧？正好让老子试试刚卡好的物理外放。玄冥宗的疯狗对外说7天后开战，今天就来搞偷袭，怎么样？我仙云宗这新护宗大战，阁下用飞剑硬撞的滋味如何？李长青，你少得意，躲在乌龟壳里算什么本事？你们杀我宗2名长老，今天若不拿出让我满意的赔偿，我玄冥宗就算围也要把你们围死在里面。放屁！明明是你们拦路抢劫，技不如人，现在倒打一耙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。神修仙界，打个架还要先逼逼10分钟场面话，你们搁这儿开辩论赛呢？算了，作为这防空洞的保安队长，就来帮你们推推主线进度吧。走你！李长青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算跪下，雕虫小技，给老夫算！我操，我剑断了！
放屁！老子明明是正面扔的砖头，是他自己蠢，拿个断剑柄搁那儿扇风。这云宗无耻，竟敢暗箭伤人搞偷袭！快把副宗主交出来！放屁！老子明明是正面扔的砖头，是他自己蠢，拿个断剑柄搁那儿扇风。行了，嘴炮打完了，热身结束。仙云宗的兄弟们，给我杀！受死吧！这怎么可能？硬场我们5人联手，连皮都没破，他没有元神吗？老子们没吃饭吗？就这点力气，不如回家喝奶去吧。傀儡，正面扛，老子去切后排。不好，那小子不见了，大家小心暗器。又没收一个，虚空之门开。那块黑砖头有古怪，大家快撤！跑！老子这就去你们老家抄底！李宗主上车，咱们痛打落水狗，把他们全灭了！林道友，穷寇莫追呀！怕什么？他们敢在自己家里自爆吗？不是自爆，九品宗门的战争不能轻易扩大，是因为一旦逼急了他们就会唤醒底蕴。底蕴？不就是几个闭关的老头吗？九品宗门的底蕴是仙宝和散仙。散仙？不就是渡劫失败的半吊子吗？林道友有所不知，天元大陆的散仙大多不是渡劫失败，而是主动放弃飞升的。度过9次天劫后，会有7天时间吸收仙气，转化仙体。为了守护宗门，很多老祖在最后一刻强行抽出体内的仙气，中断转化。中断转化？图什么？修仙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、飞升仙界吗？图的是宗门的万世基业。仙体不圆满，意味着永远无法飞升，且寿命所剩不几。为了减少仙力流失，他们常年沉睡，只在宗门生死存亡之际，爆发出近乎仙人的一击。等我度过9劫，也会成为散仙接班的。我操！你们修仙界为了争地盘，简直内卷到了极致啊！连升仙的机会都能放弃，就为了留下来当核武器。看来我得回去多搓点炸炉丹了，这仗比我想象的还要刺激啊！就算有散仙又怎样？我的防空洞连天劫都能扛，大不了老子耗死他们。对了，王长老，你的飞剑修好了，运气不错，不仅修好了，还升级到了9品。9品仙剑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林道友大恩，这里是10万极品灵石和海量材料，还请千万不要推辞。哎呀，李宗主太客气了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。醒醒，太阳晒屁股了。小王八蛋儿，我要杀了你！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给你们吃了颗换心丹而已。只要你们心里对我有敌意，就会体会到什么是扎心了，老铁。看来渡劫期大能的意志力确实顽强，吃药见效太慢了，还是得上打神鞭进行物理农役啊。饭桶，商量个事儿，把渡劫傀儡的召唤机制改一下。现在只有遇到致命危险他才出来，我都渡劫期了，哪有那么多致命危险？把它改成随叫随到呗。好嘞，晨会10万极品灵石修改费。我敲！我刚从李长青那儿赚了10万，你直接给我清零，你长透视眼了是吧？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，不给钱你就别想改。行啊，不改就不改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是吃饭睡觉还是上厕所，老子永远把这无敌的紫金神龙阵顶在头上。你那每天高昂的傀儡出厂租录器，1分钱也别想赚。哎呦，宿主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小饭桶就是跟您开个玩笑嘛。10万极品灵石似的玩笑。做生意讲究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啊！宿主，我都报价了，你倒是砍价啊！砍价是吧？行，1万上品灵石，多一个子儿都没有。多少？你从极品灵石直接砍到了上品灵石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好嘞，宿主，10万极品灵石，既然您开口砍价了，那就给您打个对折啊，5万，童叟无欺，成交吗？好，我同意了，10万砍一半，成交。你自己从账户里扣吧。收到，正在扣除。等等，我敲，怎么只扣了10块极品灵石？对啊，10块，
10万这2个字，我砍掉后面那一半的万字，不就只剩下10了吗？这就是我的10万砍一半。你砍价是这么砍的？你这是语言诈骗，退钱！少废话！系统规则，交易一旦达成，概不反悔。赶紧把傀儡的权限给我打开！只花了10块极品灵石就买断了你，以后你就叫石灵了。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我早晚坑回来。石灵，拿上打神鞭，给他们做个元神理疗。王八蛋，你不得好死！唉，看你们扎心的这么难受，我给你们上点元神上的痛苦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不用谢我，我就是这么一个心软的圣母。圣主，小的陈鹏愿为圣主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变脸挺快啊！我问你，当初到底是谁下令盯上我的？是小的瞎了狗眼。小的听说主人有能搬运山脉的仙气，就起了贪念。这就怪了，你们9品宗门不是不能搬家吗？抢我的仙气干嘛？回圣主，玄冥宗地下的极品灵脉，因为宗门过度开采，已经快要彻底枯竭了，所以急需仙气，把整个宗门搬到一条新的极品灵脉上。你说什么？玄冥宗的灵脉枯竭了？老子生2阶竟需要一条极品灵脉，老子早就把玄冥宗的灵脉看成自己的了。结果你告诉我它是个空壳子，那你们想搬到哪儿去？我们想灭了仙云宗，抢仙云宗的极品灵脉。操你大爷！玄冥宗的灵脉是我的，仙云宗的灵脉也是我的。你们这帮穷鬼，自己家破产了，还想来抢我的家产？玄冥宗，你们已有取死之道，老子明天就去平了你们的祖坟！笑死我了！你想抢人家的极品灵脉升2阶，结果人家是个空壳子，你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活该！你懂个屁！即将枯竭的灵脉那也是灵脉，我不但要抽干他们的灵脉，还要把玄冥宗所有人抓来当黑莓灵旺公，给我打一辈子工还债！我问你，既然灵脉快没了，你们玄冥宗哪来的底气去耗死仙云宗的散仙？回圣主，玄冥宗早年得到了一件疑似仙界的空间秘宝，它可以把灵脉转化为仙气储存起来。我们的散仙老祖有这件充电宝加持，可以进行无限火力的持久战。我瞧，还有这种外挂，那老子躲开防空散们的计划岂不是要泡汤了？硬刚肯定不行，既然他们喜欢空间秘境，那老子就给他们造一个。等玄冥宗大军压境，老子就用虚空兽吞噬功能，在他们老家张开须弥大口，伪造成秘境将士。不过秘境混世得有天地异象，得炸得逼真一点。看来是时候让修仙界见识一下我林凡的生化武器了。聚气加解毒等于毒气，那如果我把毒气丹和解毒丹放进去融合，毒上加解，会练出个什么奇葩玩意儿？神解气丹，这不就是强效连环放屁药吗？只要还是个人，只要心里有气，吸一口当场射死。光放屁还不够刺激，我要在解气丹里混入炸孤丹，再加点强效迷药，给老子批量生产！我要让玄冥宗在放屁中爆炸，在爆炸中昏迷，在昏迷中被我全部打包带走。万事必备，只欠东风。哼，玄冥宗准备好面对疾风了吗？兄弟们，我好心好意把青云三宗搬过来，结果玄冥宗无故阻挠不说，还扬言要打杀我们。你们说，这种委屈能不能忍？不能忍！九品宗门又怎样？我虽然修为低，但我可以用放屁驱死他们。没错，为了圣主，就算战死也要给他们尝尝屁的味味。大家放心，今天不用硬碰硬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万全之策。这一瓶是传统的毒气丹，另一瓶是我新研发的生化合物解气丹。它完美剥离了修炼效果，只保留了让人通过后丘疯狂排气的副作用。只要吸入，当场化身喷气式飞机。只留副作用，这丹药太缺德了吧！待会儿我负责开车，你们负责顺着窗户往外扔。第一轮解气丹，第二轮毒气丹，我要让玄冥宗变成修仙界最大的烩粪池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圣主，咱们这么多人，用杜玉飞舟吗？杜玉飞舟太 low 了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尊的新座驾——三足货拉拉。我操！饭桶，这造型太帅了吧！从今天起，他就叫金乌战机，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。我敲，饭桶，你给老子解释解释！都变成高科技战斗机了，为什么还要用腿蹬？怎么不对了？飞机起路障是不是3个轮子？只要是3个轮子，用腿蹬就很合理。而且这台动感单车还能调节阻力，有利于宿主锻炼大承气腰力。你妹的合理！老子堂堂渡劫大能，你让我当人肉发动机？
饭桶，这太丢人了！我要改成灵力驱动。10万极品灵石，立马改！这次你想也别想砍一半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咱们都是家人，我怎么好意思砍价呢？这10万极品灵石，我只要求留来做炼丹营的启动金。你算算，这3笔是不是连1/10都不到？剩下的全给你。留3笔，合理，成交。10万极品灵石，我留下万字这3笔画，剩下的10都是你的了，拿走不谢。哎，我裂开了！你说的3笔是笔画的笔啊？你又玩语言诈骗，老子不交易已经生效了，你要是不改，我就举报你堂堂系统言而无信。双动力系统已为您安装。你费尽心机骗我加了灵力驱动，结果为了省油钱，最后还是靠2条腿蹬，你这图什么？这叫我可以不用，但我不能没有。男人嘛，谁能拒绝开战斗机的快乐？呜呼！看我王牌飞行员的水平横管！再来个眼镜蛇激动！圣主这开车技术太狂野了，我快吐了！别吐，马上就到玄冥宗了，留着精神扔弹药。各位投弹手注意，目标已进入轰炸范围，请打开舷窗，准备投放生化核武。3、2、1，给我放！这是什么？天上掉的弹药呢？怎么全没了？是不是你们这些兔崽子偷偷藏起来了？把储袋都给我交出来查！长老，我们真没拿。混账！老夫在训话，你居然还敢顶嘴！你们是把老夫的话当放屁吗？老夫在训话。长老就是长老，这气势恐怖如斯。到底是谁竟敢放毒气暗算我们？当务之急是赶紧施法，把这毒气驱散到天上去。可是我们解毒的速度赶不上毒气进来的速度啊！嘿嘿，这场景我熟啊！圣主接下来肯定是要扔毒气弹点火了，咱们赶紧捂耳朵。全体注意，拿出毒气弹，给我狠狠的砸！兄弟们，今天是咱们虚空圣地的首战，我林凡亲自给大家放个大烟花助助兴。艺术就是爆炸！我操！我的眼睛！我操！霹雳的甲烷遇到核爆，威力翻倍了！这哪是大烟花，这是灭世天劫啊！快跑！这波要同归于尽啦！我操！威力太大了！饭桶，玄冥宗的牛马们不会全被炸死了吧？那我的黑煤窑谁来挖？这就是散仙啊，命真硬！走，后厅开会去。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！之前有人撞破护宗大阵，你们叫我醒了人没了。今天有人把宗门炸了一半，你们居然一点消息都不通知我。要不是老夫反应快，玄冥宗界就绝户了。老祖明开始只是天降丹药，然后大家就不停的放屁，我们觉得放屁算不上危险，就没去打扰您沉睡。谁知道屁会炸呀？还敢狡辩！老夫让你们解释，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是吗？好，我让你们解释，怎么都哑巴了？这毒气是怎么来的？老祖别打了，真的是天降丹药，然后落地化作毒气。天降丹药化作毒气，随后产生史诗级大爆炸。我懂了，这不是嫡袭，是有顶级秘境在咱们玄冥宗附近出事了啊！秘境？愚蠢！你忘了咱们的仙气充电宝是怎么来的了吗？当年那个秘境出事前，也是先喷发出各种奇异的毒气和半生异象。今天这场大爆炸，绝对是秘境破开虚空时产生的空间震动。我正愁怎么把这爆炸圆过去呢，这老登居然靠着自己丰富想象力，完美的自我攻折了。你这脑补能力不去写小说可惜了啊！既然导演都把剧本写好了，我不配合演出怎么行？虚空兽吞噬功能启动，饭桶给虚空兽传个话，别张太大，张个嘴缝就行，越神秘越好。欢迎来到玄冥宗的终点站，希望你们喜欢这个黑煤药深渊。饭桶，这黑洞怎么看都不像秘境入口啊，跟下水道一样。有道理。鱼儿已经不好，是时候回老家收网了。老祖，这秘境入口黑不溜秋的，看着很邪门啊，谁进去探路比较好？我觉得让北冥长老去最合适。他马上就要度9次天劫了，如果在秘境里得到重宝，他就能顺利接替老祖成为新的散仙了。对，老祖守护宗门这么多年，也该让他老人家退位让贤，光荣牺牲了。老祖为了宗门放弃飞升，常年沉睡，
你们这群小兔崽子却巴不得老夫早点死。都给我闭嘴！这秘境老夫亲自去探。老祖不可呀，万一里面有危险，滚开！老夫拿着宗门仙宝，这天底下还没有能留住老夫的地方。好浓郁的极品灵气！天哪，这简直比仙界还要充沛！如果让宗门秘宝在这里吸收，能转出多少仙气啊！等等，这秘境里怎么还有人盖好的房子？哟，玄冥宗的老登，欢迎来到虚空圣地黑煤窑劳务远投中心。请问，你是来打工还债的，还是来送人头？老登，为何无故踏入我虚空圣地？装神弄鬼！管你什么圣地，给老夫死来！我的修为，在我的地盘还想动手？定！我看看，哟，这就是你们那个能转化仙气的充电宝吧？归我了。这极品仙宝葫芦也归我了。老登，看在你一把年纪的份上，是自己签卖身契，还等我动手？呸！老夫连成仙的机会都能放弃，还能怕死？你这等卑鄙小人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！老夫若是咒一下媚人，就不配做玄冥宗的祖宗。哟呵，硬骨头啊！石灵，出来接客，给他松松皮。区区元神鞭打，就想让老夫屈服，简直是隔靴搔痒！没吃饭吧？不怕疼是吧？行。老邓，不知道你这散仙之躯能不能扛住这降智级的诱惑？这丹药对你这不圆满的仙体可能没啥用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，你自己选吧。是你自己吃，还是我自己想办法？我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，顺便用流影石拍下你的惨样，传遍整个中州。你无耻人猎狗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就不怕遭天谴吗？老登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意思就是关于性的手段都是善良的举动。我这叫是在做善事，良心怎么会痛？舒服的很呢。这是《三字经》的意思？别！我服了！别教主，我认你做主人还不行吗？石灵，抽他！该死！刚刚竟敢顶撞圣主，请圣主惩罚！哦，这可是你主动要求惩罚的啊！那我可就要开始。我瞧，差点玩脱了，以后这玩意儿还是少拿出来吓人。刘百山是吧？现在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，去外面把你们玄冥宗的高管一个不落的全给我忽悠进来当流马。主人放心，老奴在玄冥宗干了几千年，忽悠他们跟玩儿一样。他们马上就到。石灵，你就在门口守着，进来一个抽一个，流水线作业，懂？老祖辛苦了。秘境里安全吗？有没有绝世重宝？安全的很，就是这秘境太大了，而且压制神识，老夫一个人根本搜不过来啊。老祖让我去，我眼神好。老祖带我跑得快。别急，为了防止被人一锅端，咱们分批进。多谢老祖！绝世重宝，我来了！这把我要发财了！多谢主人恩典。老子现在去中州最牛逼的4大圣地门口喊一句：“我不吃牛肉”，他们敢放半个屁吗？把这些药拿回去，当糖豆发给全宗弟子，一个都不许漏。遵命。主人，这下面就是咱们玄冥宗那条快要被吸干的极品灵脉，快吸干了也是老子的。系统，能往死里吸。慢是慢了点儿，但这下算是彻底吃干干抹净了。灵脉没了，你们这群牛马以后怎么修炼打功呢？顺便你换一个样子吧，你这太丑了。请主人明示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每天进圣地吸2口灵气续命。我都快被自己的善良感动哭了。
这天底下哪去拔像我这么有良心的厂长啊？多谢主人，主人的良心简直比中州的城墙还要厚。这马屁拍得不错，走，去你们的玄冥城，把最好的店铺全给我改成虚空商铺，老子要开分店！饭桶，探查这玩意儿的全部信息，得多少钱？就你那点身家，全款你支付不起，不过支持零售，你出多少钱，我给多少字的信息。瞧不起谁呢？我现在可是坐拥一个九品宗门的资本家，先给我来个10万灵石的信息。成交，10万极品灵石已扣除预授权，信息如下：灵虚仙府令，灵虚仙尊已陨落的仙府令牌没了，功能呢？用法呢？10万就只能买这么多字儿。哦，10万？我刚才说的是10万灵石，可没加极品2个字哦。按照天元大陆的规矩，不带单位的灵石，默认都是下品灵石。我挑，你又玩这套，连续坑我3次，你这是诈骗，退钱！少废话，交易已经生效了。灵虚仙尊已陨落，这也就是说，这块令牌是一座无主仙宫的钥匙，这下发财了。行了行了，饭桶别哭了，这把让你赚点，我出1万极品灵石，绝不带砍价的。再给我来一段信息。真的1万？极品灵石？不许玩文字游戏，不许说笔画。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。好嘞，老板，1万极品灵石已扣除，您的信息请查收。灵虚仙尊陨落前，为了防止仙府被夺，将令牌打入虚空乱流，后意外降落天元大陆秘境中。饭桶，你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，全都是他掉下界的背景古事。我要这设定有屁用啊！功能呢？用法呢？老板，您别嫌弃啊，我这字数可比刚才给的多了，这叫情绪价值给到位。至于用法，得加钱。既然现在炼化不了他，那我就抽他的仙气炼丹。要是能炼出补全散仙仙体的神药，那些九品宗门的老祖还不得跪着求我收留他们？一次成功！饭桶，你这探查系统是不是出 bug 了？要50加50，你直接写100%的升仙概率不就行了吗？宿主，我建议你重修一下9年义务教育的语文课。怎么的？升仙不就是修道成仙吗？在天元大陆，升仙是一个双音词，除了成仙，还有会成死亡的双重语义。所以这颗丹药的真实意思是50%的概率立地成仙，50%的概率当场暴毙。我操，一半生一半死！你怎么不早说？被你用文字游戏坑了3次，你以为本系统还会上当？我最近都在恶补国学词典，这药还需要写副作用吗？暴毙就是最大的副作用。行，你牛逼，老子换配方。靠！2选1的废物，老子今天就不信邪了！我操！宿主冷静，这玩意儿是人吃的吗？给我练！哈哈哈！黑字说话！哈哈哈哈！饭桶，你睁大狗眼看看，老子成功了！502胶水炼出了绝世仙丹。宿主是挺厉害的，但你是不是忘了502极其恐怖的粘合力？面板上写的有一点粘牙，你觉得是真的只有一点点吗？只要能成仙，一辈子不说话，应该也能接受吧？老刘啊，看你天天被奴役，挺辛苦的。我特意为你炼制了一颗能补全你残缺仙体的补仙丹，快吃了吧。主人大恩，老奴就算粉身碎骨也难以回报。主人，您这丹药做的挺实在啊，吃着还挺筋道，就是有点糊嘴啊。是用料比较扎实，你使劲嚼，咽下去就好了。我真的成仙了！老刘，你激动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别装了，宿主。很显然，他的上下颚被502死死粘住了，他现在是哑巴仙人了。老刘啊，补全仙体才是大事，这点闭嘴的小副作用不叫事儿，以后多用神识传音就行了。
老奴多谢主人再造之恩。兄弟们都停一下，别扫了！大家都知道，咱们以前是被仙云宗淘汰出来的外围弟子，当年他们对咱们爱答不理。今天我要你们让他们高攀不起，都给我出去逛街，把咱们圣地每天发的极品丹药、气修炼资质全给我拿出来炫富，怎么高调怎么来。圣主，炫富我喜欢，但咱们修为还没提上来，万一仙云宗的弟子急眼了，要揍我们怎么办？是啊，装逼也是需要武力值做后盾的。怕个屁！实不相瞒，我已经把整个玄冥宗，连同他们20多个渡劫期老祖，全部收编了。从今天起，他们就是咱们虚空圣地的免费牛马。九品宗门、玄冥宗全被您收编了。没错，你们是最早跟着我的元老，玄冥宗的人只是打工仔。你们去仙云宗装逼，谁敢瞪你们一眼，你们直接喊玄冥宗的渡劫老祖出来揍他。圣主威武，兄弟们走，去仙云宗装逼去。哟，李宗主有客人啊，易捷径。李宗主，你们仙云宗是病急乱投医了吧？找这么个废物宗主的当盟友吧。听我们只需要交出宗门1半的底蕴作为代价，我们保证玄冥宗不会灭了你们。我敲！玄冥宗都成老子黑莓库的牛马了，这群哪来的傻子，居然敢用我的女儿来敲诈我的财产！哪里来的狗腿子？是出门前吃了屎吗？口气这么大！放肆！区区一捷径的蝼蚁，竟敢辱骂本座，我看你是找死！住手！在我仙云宗的地盘，还轮不到你们撒野！李宗主，你让开，让他打，让他打！你不要给我哇哇叫！你真以为我怕你啊？有种你动我一下试试！来，朝这儿打！你打我噻！你打我噻！小畜生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！给老子死！李小友，快躲！等的就是你先动手。怎么可能？李宗主都提醒过你们了，这是仙云宗的地盘，你们是不是瞎呀？没看到天上那把伞吗？在我的防空洞里还敢对我动手，真以为那是挂着乘凉的吗？李长青，你们仙云宗这是要与我们开战吗？你们就不怕我们和玄冥宗联手，让你们万劫不复？哎，少扯那些没用的！你们的人先动手，严重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。这小子我扣下了，3天之内带着极品灵石来交赎金，如果不交，我就把他剁成块寄给你们宗主。李宗主，这就是你们仙云宗的待客之道。林道友的意思就是我仙云宗的意思。好，好得很，仙云宗，你们今天做的事，几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们走。等一下，我只说让你们人走，没说让你们手上的储物戒也走。怎么，想让我亲自动手，把你们的手指头一根根剁下来？山水有相逢，这笔账我们记下了。给你们2次机会了，怎么就这么喜欢放狠话呢？你很幸运，因为从头到尾没放狠话，我留你回去报信，还不快谢谢我？怎么不领情？那我也把你拍晕！林道友误会了，他修炼的是音波功，是个哑巴，不能说话。不能说话，你不知道传音啊？滚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按人质的零件准备赎金，少给1个子儿，我就卸他们1条腿。对了，李宗主，这帮人到底是哪个宗门的？林道友，那是9品宗门凌霄宗的使团。哎，这下糟了。李宗主，格局打开一点，现在可不是我们面对2个9品宗门，而是这倒霉的凌霄宗马上要面对2个9品宗门。凌霄宗的人回去后，必定会联合玄冥宗，
我们仙云宗危矣。朗宗主不必担心，玄冥宗已经归顺我的虚空圣地了。归顺？玄冥宗可是出了名的不讲道理啊！林道友是怎么说服他们的？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的道理比较硬吧。连玄冥宗都被他打服了，林道友要是想吞并我们仙云宗，我们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啊！哎呀，大家别紧张，其实玄冥宗归顺我是他们占了天大的便宜。你们想啊，玄冥宗灵脉快枯竭了，但加入我圣地，立刻就能享受到比极品灵脉还要浓郁10倍的修炼环境，这是不是占大便宜了？确实，林道友的修炼环境，刘延生跟我们吹过，简直是洞天凤地呀！不仅如此，我还顺手解决了一个修仙界千古难题。李宗主，你们九品宗门的散仙老祖，因为仙体不圆满，终生无法飞升仙界，只能等死，对吧？这是天道法则，不可违逆。天道法则算个屁！我刚炼制出了一炉补仙丹，玄冥宗的散仙老祖吃下去后，已经仙体圆满，立地成为真仙了。只要飞升通道一开，小友，你刚才说能补全仙体的丹药在哪儿？快给我来一颗！老祖，您不是在沉睡吗？这位前辈，丹药材料极其珍贵，我虽然炼出来了，但也只给加入虚空圣地的几人吃。您这让我很为难啊。圣主，既然玄冥宗已经加入圣地了，那他们除了补全仙体，还有什么更大的好处吗？不妨说出来，让我们仙云宗也开开眼界啊！问得好，各位仙云宗的兄弟，其实成仙只是个副赠品，加入虚空圣地，在未来能得到的好处，说出来怕吓死你们。各位，我的虚空圣地是能随着我一起升级的，等我渡劫成仙，圣洞里的环境就会直接变成仙界环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只要你们加入我，哪怕你们还没飞升，也能提前办理仙界居住证，享受真正的仙界待，提前享受仙界环境。不仅如此，等我飞升后，我还会建立仙界与天元大陆直达通道，只要是圣地成员，就能享受仙界返乡探亲免费游业务，随时下界看望亲友。我操，这个福利太逆天了，连飞升后会想家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圣主大气啊！林小友，实不相瞒，我仙云宗也想有更好发展。如果我仙云宗想举宗加入虚空圣地，需要什么条件？哎呀，赵老祖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其实我们圣地的门槛是很高的，我们可以上交宗门所有底蕴和仙宝。成交！既然都是一家人，条件什么的就免了。大门敞开，圣地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。我仙云宗自愿加入虚空圣地，愿为圣主赴汤蹈火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虚空圣地的第4峰仙云峰。传音，宗主，我们被仙云宗扣押了。岂有此理！仙云宗简直是不知死活，不仅扣押我们的人，还让我们拿极品灵石去赎，咱们这就发兵灭了他们。诸位莫慌，其实马长老被扣押是我安排的一石二鸟之计。宗主此话何意？如果仙云宗答应敲诈，我们拿钱走人；如果他们不答应，我们就和他们结仇。你们想啊，玄冥宗马上就要去灭了仙云宗了，有了这个仇恨因果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着玄冥宗去分一杯羹。玄冥宗出力打架，我们在后面捡漏，岂不是美哉？宗主英明啊！这招借刀杀人，坐收渔利，简直太阴险毒辣了！周长长老，你干什么？信你借刀杀人，那被扣押的兄弟们怎么办？那小子可是说不给钱就要把他们卸成零件啊！周长老不必激动，为了宗门大业，一点点牺牲是值得的。等玄冥宗灭了仙云宗，我们自然会去给马长老他们收尸的。